早上好，你们两个已经准备出去溜溜了吗？先喝个酸奶吧，喝完酸奶我们去溜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带着我们家小狗狗在外面溜达溜达。洛杉矶的天气，还是挺热的，但是晚上很凉快啊，就肯定是比我们 Vegas 要凉快，所以可以带着小狗狗多走一走。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一下我早上起来水肿的问题？你看我每天早上都跟肿的猪头一样。昨天任伟见到我，其实已经是下午了，中下午，他说你怎么肿成这样？我们昨天分析了一下，有可能是我前一天晚上喝了一罐啤酒，也有可能是我前一天晚上吃碳水，或者是吃咸了。但是其实这3样我现在都有在刻意的控制啊，就没有说像原来那么猛的劲儿的喝酒啊、吃碳水，现在都是有在控制了。所以，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解决我这个早起来跟个猪头一样的头？壮壮，你还能再往前走吗？还能啊！哦，真厉害，真乖乖。他现在还是觉得有点热。我们到阴凉地里走走，阴凉地里还能稍微凉快一点。哎呀，我本来想带着咱家小狗去这个营地的湖边走走，走了还不到1/10的路程，咱家小猪已经开始喘了，可以往回走了。这营地超大，然后我们这次这个位置特别好，上面就有一棵树，还能给稍微的遮一下阳光，就没有那么热。现在打算煮个馄饨吃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出门了。馄饨，我们的早餐。我本来呀还想带他们俩去找他们小时候的好朋狗玩呢，结果太热了，我怕他们俩中暑，一激动中暑。你们俩就在屋里待着吹空调吧。买了一个五花肉片，今天晚上我们要吃大餐。哇，变态小手套又戴上了。富贵出去忙点工作上的事情，我和小狗狗在家喝着小茶，准备一下晚餐。刚才不是说我们晚上要吃大餐吗？买的猪肉片儿，我们今天晚上要吃酸菜白肉锅，然后我要把它升级一下，做成鸭架子汤酸菜白肉锅。所以我们第一步要把那天吃烤鸭打回来的鸭架子给它劈开。我劈完了就直接放到锅里了。能少洗一个盘儿就少洗一个盘儿。哦，还是很多肉在上面哦。看，把它劈在这个锅里就不用加油了，因为这个鸭架子上还有很多的油脂，待会儿直接就用它自身的油脂把它爆香，然后熬汤。鸭架子全都劈完了，然后我们现在烧一壶水，我来准备配菜和狗狗晚上的饭。这狗狗晚上的南瓜已经蒸好了。酸菜白肉锅我就准备了一些简单的配菜啊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切最重要的重头戏酸菜。这是咱们最后一点酸白菜了，自己做的啊，今天就把它吃了。今天酸菜比较多，所以我就打算不准备其他的蔬菜了。今天就认认真真的、有仪式感的吃这个酸菜白肉锅。我现在打算先把狗狗喂了，然后待会儿富贵回来就可以先去遛狗，然后我就可以熬鸭汤。sit 啊，壮壮 sit， 壮壮 sit。没事儿，不重要，不做也没事儿啊。吃饭了，阿仔，吃饭，好不好？先给壮壮吃。奶奶
慢点吃啊。今天有肉肉，有菜菜，有水果。壮壮，你就别看人家碗里的了，你再看你又吃不完了。看看我家狗碗里有啥，就知道我们今天吃的啥水果。一般我们家吃什么水果，吃什么蔬菜，或者吃什么肉，就当天就给他们也弄一份儿。然后今天他们吃的肉是我在家做好的鸡肉，然后煮的西兰花，煮的胡萝卜，所以就是还是之前剩的。新给他弄了点蔬菜，还有水果。我们也刚吃完桃和红色火龙果。我们现在来熬鸭架子汤啊，用它本身的油脂先煸香。哦，这个鸭架子本身油很多，我刚才在劈开的时候都已经把一些肥的都已经撇出去了。现在炒它加热还是出了很多的油脂。鸭子煸出香气以后，我们加葱白，再煸一下。葱的香味儿和鸭肉的香味儿都激发出来以后，我们加胡椒和盐。翻拌出香气以后，我们就往里加热水，这样一下子奶白的汤就出来了。汤煮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把酸菜下去。这个鸭油和酸菜融合在一起得多香啊！等它煮开，我们就可以开饭。坐在这里，非常有耐心的等待这个炭烧到火候，我们就可以吃这个老鸭酸菜白肉锅啊！激动！喝高粱啊，高粱是我们从家里灌的，这小瓶我们房车旅行正好这个大小，够我们喝个2顿，甚至1顿，争取。这里边怎么有些这是已经？你是勾兑的啥呀，哥？不是勾兑的。你不是勾兑的吗？你是从家里的那个大瓶的高粱灌进来的吗？我感觉里边有一些有点像棉絮一样的东西。知道吧？是不是冻上了？不应该冻上。不应该呀，没有冻上，好奇怪。喝点酒啊，看这个粘稠度啊，拉黏的感觉还是非常高粱的。这个锅比你年龄大吧？这富贵小时候家里的锅，他们吃老北京铜锅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个锅，然后现在被我们拿过来没锅了。给你个蘸料，再给你个小盘儿。哦，开了。哇！我们现在往里涮肉，给大家看看这个白肉，还有多白，基本上全是肥的。把豆腐泡下去，准备的这些配菜也都煮下去。熟了，可以吃了。哇！红红火火，恍恍惚惚。里边的鸭肉也可以吃哦。那酸菜可以不用蘸调料。酸菜可以不用蘸调料吗？白肉。
太香了，对啊，非常好啊！酸菜的味道太足了，就这肉有点肥。酸菜的菜，咱们就差叔叔的酸菜白肉面还没有复刻了，但是我觉得我复刻不出来叔叔的那个幸福的味道，所以我就不打算做了。但是酸菜白肉锅，我们今天算是圆满完成，好吃吗？特别好吃。完全不需要蘸酱，就是白肉你可以稍微蘸一下。白肉可以蘸一下。因为其实它这个汤里什么味儿都特别足，因为我煮的时候我加了点胡椒，加了点盐，其实味道是足够的。这个咱们算是升级版酸菜白肉锅，因为咱们是用鸭架子熬的汤啊，真的很好吃。鸭架子加上酸菜，这个味道融合的，再加上白肉，绝啊！太好吃了。我觉得真的是不需要蘸酱哎，好吃好吃。我觉得豆泡放在这里边特好吃，吸足了这个酸菜的汤汁。捞一捞，把这里面的酸菜，看看这些酸菜，这么多酸菜，显摆一下，得显摆一下吧。这酸菜白肉锅里边都不需要放太多奇奇怪怪的料，就加点什么豆泡啊、粉丝啊，这些就足够了。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要是前几天不吃那个烤鸭，咱还没能用这个鸭架子做呢，就感觉是少了一味儿。这鸭架子是真的是让这个酸菜白肉锅增加了另外一种风味啊，鸭香味儿。主要它这个鸭架子你知道很肥，很肥。我炒的时候都没有加油，就鸭油本身炒香，然后再加上那个葱花一爆，哇天哪，太好吃了。它等于本身就是这个白肉里边就有这个油，然后这个鸭架子又把这油给炼出来了。这个酸菜里面油就有了。对，酸菜任何的东西都是油大好吃，所以就是加白肉的油，再加上鸭油，它就是 triple 油。酸菜太万能了，煮炖炒都好吃。非常非常好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比围炉好吃。这真的是。你要是再配一个那个牛肉烧饼，牛肉酸菜烧饼，对，火烧就更好了。没事，下一步咱们把那个火烧也研制出来。现在已经完胜这几家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好吧，我们要慢慢的把这一锅吃完，把这些配菜吃完，把这酒喝完。酒喝不完，喝半瓶吧，喝不完，太多了。拜拜。这饭吃的太满足了，我的妈呀，太好吃了。然后我刚才和富贵聊起来啊，就是这几天我们感触颇深，尤其是前段时间我们不是去趟加拿大嘛，然后现在又回来洛杉矶，就觉得洛杉矶物价飞涨，然后堵车，到处都堵车，开车那个上火呀，尤其在downtown那一边。过几天回家跟大家聊聊美国和加拿大我们的这个区别感受，它的对比吧。好吧，这是个什么东西从我旁边飞过去啦？我在维加斯都没有被蚊子咬过，在这儿被咬好几个包。对，然后刚才洛杉矶是没有蚊子的。对，原来我记得洛杉矶蚊子很少，蚊子、苍蝇都很少。然后这次回来，我们刚才房车里莫名其妙出现了好多好多苍蝇。现在就是苍蝇蚊子满天飞。对，酒足饭饱，给大家引以为戒一下吧。这个肉，它把瘦肉全排在外边，这样排，让我以为全是瘦肉，其实它每一片儿都是1/4是瘦肉，3/4是肥肉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不骗人吗？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一定看，买的时候一定要看第一片儿长啥样，瘦下来长啥样，不要看它摆的，它摆的都是骗人的。